中国军人拳王头部惨遭对手打出大肿包，直接进入暴走模式，狂砸200拳打废对手。今天我们视频的主角可不简单，他是来自中国部队里81拳击队的超级拳王，他的名字叫做周志鹏，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他的名号。周志鹏曾与泰拳天王波球有过正面交锋，也与韩国巨人崔洪万打过跨量级大战，多年来什么硬仗都打过。但今天这场比赛的对手是周志鹏心中的一根刺。在周志鹏刚打入职业赛场时，就遇到过今天的对手伊萨。那次的比赛，周志鹏因职业经验不足败给了对手。时隔4年后，终于他迎来了复仇的机会。如今的伊萨也不是当年的青涩模样。4年下来，伊萨拿到多条搏击冠军金腰带，更是在柔术领域小有成就。这场比赛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搏击比赛，而是横跨4年的复仇执念。那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看一下这场精彩的大战吧。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已经正式开始。左边红色拳套的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周志鹏，另外一边则是来自伊朗的伊萨。伊萨目前拥有5条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3条世界搏击冠军金腰带。4年前的那场大战让周志鹏耿耿于怀，一直直到现在，他想要在今天晚上完成复仇。在之前的那场比赛中，周志鹏是以点数判定输给了伊萨。而很多拳迷认为其实那场比赛周志鹏是应该可以获胜的，但因为比赛的主场在伊萨的主场，所以说最终胜者是伊萨。那么这次来到中国的主场应该就没有黑幕了。如果说这次能够完成复仇的话，那也是周志鹏多年的心愿可以得到了却了。可以看到开局打的还是比较小心的，这场比赛对于周志鹏来说是一场至关重要的大战，心中的刺一定要拔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周志鹏打得非常的谨慎，他的前手架得很好，对手呢是一个泰拳冠军，所以说现在也要小心他的腿法。我们可以看到台下的这位小拳迷其实就是周志鹏的儿子今天儿子亲自督战老爸能不能完成复仇，这也是给予周志鹏很大的力量，而且还穿着军装来的，这也是给自己的老爸加油鼓劲儿。迷彩服非常帅气。看一下周志鹏低扫，对手换腿非常快，中扫踢，对手中扫打的还是很谨慎的，两位选手开局的出招都非常小心，知道对手都是这种爆发性的选手不敢持续性的进攻，只能见招拆招。伊萨慢慢向后撤，先防头部，周志鹏左摆，他的左手拳架得很好，一直在控制这个距离。换腿，顶膝冲过来打了一套，伊萨忍不住了，但是就忍不住出招就会让周志鹏很容易看出他的破绽。这边是快速的击腹，换腿换拳，两人是做了一个拳腿的互换。低扫，中扫再踢，周志鹏也还中扫，中扫被接腿，立马拉开，周志鹏的灵敏性拉满了。中扫再踢到，再踢，连续踢入，跳起顶膝，这一记跳膝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再加转身的高扫回旋踢。那这边铃声敲响的话，来到第3回合，比赛进入第3回合，可以看到两位选手的出招更加频繁了。在前面的回合试探完了，这回合就敢大胆出手了。但这边刚开始就出现了意外情况，好像周志鹏是踢到了伊萨的裆部，伊萨非常痛苦，来到边角蹲在地上，需要调整一下。周志鹏感觉也是无意的我们在刚才的回放中没有看到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这边的话是在换腿的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那这边的话，哎呦，伊萨非常的疼痛难忍，他在边角独自恢复，我们现在要等待他调整完毕。这种疼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从刚才的角度中看，应该不会踢得这么严重，只是蹭到一下的程度。伊萨躺在地上直接就是不起来了，这种或许也是他利用比赛规则的一种战术，拖延比赛时间来给自己增加休息的时间。伊萨是个非常聪明的选手那这边调整完毕了，比赛继续，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下一步的动向。感觉对手出了这一记狠招之后，周志鹏不太敢出腿了，或者说不敢往下位去踢了。对手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说你踢裆，
现在周志鹏一直在往上位打，刚才我们也能看到他是一个高位的高草踢。那这边呢又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又在这捂住了。我们看到这一波完全没有打下位的动作啊，结果伊萨居然玩起这种招数，有点过于阴险了。说实话，前手后手在用这种战术不断打断周志鹏的进攻节奏。虽然说不违规，但是利用这种比赛规则去恶心对手、恶心观众是非常不道德的。周志鹏扑到近身，裁判在这里警告。顶膝，周志鹏低扫，这边都不敢踢到对手下位了，漂亮，换拳打到面部，换腿，周志鹏换得很快，低扫直接踢你小腿，接腿没有接到，有点可惜，摆拳再往前打，对手选择搂抱，周志鹏想要用重拳往前打去，对手用中扫踢开了。周志鹏顶膝，这边顶膝有点漏洞，被对手接到了，两人掉到地面，有点尴尬。这个位置的话，两人是很暧昧的，好像有一个短暂的亲吻。不过比赛情况还好啊，来到这回合的末尾了，看一下接下来怎么去进攻。对手一直在高扫。前手、后手的迎击，周志鹏右勾拳，打入内围了。对手有一个击打后脑的动作啊，这个动作是违规的。我们能看到刚才他在扑入近身的时候是打到周志鹏的后脑了，周志鹏也是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脑，表示啊他打到我后脑了，但裁判没有给予警告，可能裁判有点懵了。这场比赛也，你看可以看到这边非常明显的有击打后脑的动作。周志鹏一直在点自己的后脑啊，很明显这种违规动作是该警告的，但裁判却没有给予警告，这也是让我们非常不能理解的。明明是在中国比赛，结果像这种比赛的黑幕居然再一次出现了。好，那这样的话，周志鹏前手后手的连续击打，将对手直接打得跌倒在地，非常漂亮的一波进攻。裁判在这里进行读秒，周志鹏在边角等待，看一下伊萨还能不能作战，他站了起来。比赛继续。周志鹏抓紧进攻，他想一波带走对手。对手中扫，跳起顶膝，前后手的大摆拳打出。来到第4回合，我们看到第4回合刚开始，这伊萨是什么意思啊？敲铃了，来到边角还回去啊？什么意思啊？这伊萨这个选手真的是风格很多变啊，很会利用这种比赛规则。这边伊萨的话是示意说周志鹏打我后脑，你小子刚才打别人后脑，你咋不说呢？伊萨这个选手真的是非常的会懂得利用这种拖延战术，我只能这么说，高情商拖延战术。周志鹏频繁的换拳，右手的大摆拳不断往前追打，力度很到位，但对手拉扯的很快。对手中扫摆拳没有打中，有点可惜，要往前继续追了。对手搂住了周志鹏。这波进攻被暂时打断，中扫，周志鹏右手重击，对手抵在肋绳上。这波周志鹏也是有点杀红眼的意味，我们能看到他的力度明显增大，而且打法也是从刚开始的谨慎变成了大开大合。伊萨又在摸自己的后脑，真的是脸都不要了，我只能说。比赛继续，这种行为也是引起了现场观众的不满，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选手啊！左手的重击连续打入，漂亮，连续命中对手的头部。伊萨这次又一次被击倒，眼神非常的阴险。周志鹏的头部也是有一点点的肿包，这也是被对手打的啊！周志鹏的头部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包还挺引人注目的。但接下来才是比赛正式开始，你把我头上打个包，行，那我这回可要更加动真格的了。周志鹏继续向前顶去，前后手的连续配合进攻，将对手躲在边角，完全没法出来。对手不断打到周志鹏的后脑，这种违规动作已经多次出现了，裁判居然还没有做出有效的警告，真的是太不合理了。
这是一场不合理的比赛，就在我们中国家门口举办，还能有这样的情况？中扫高扫，伊萨现在不敢拼近身了，他只能用腿法来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漂亮，周日鹏左手打到下巴，往前顶去，顶着一个大包打你，是不是更吓人？伊萨有点被这种气势吓到了，他只能后退。这边被堵到边角之后又吃了一拳，整个人差点仰过去。左手拳，右手重击，左右手的配合组合技，再一次将对手打的只能靠在勒绳上。伊萨现在的体力已经被消耗殆尽了，马上要打空了，他的转身扫腿也没什么力度，又一次将对手打在勒绳上。好的，铃声敲响，这场比赛就此落幕。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的点数到底谁更高，谁高谁就能获胜。让我们来看看最终的胜者究竟是谁吧。加赛局判分如下：1号裁判员10比9，2号裁判员10比9，3号裁判员10比9。比赛结果，红方胜。